老叶恐怕兜里都比脸干净了。那可怎么办？作为一款全新的武侠题材网游，《逆水寒》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以国际3A 制作标准来要求自己。日前推出的最新 demo 在各大网站上下载量居高不下，网络上的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而且……小高，你等一下。徐总，请讲。你刚才说的这款游戏里边的什么优势啊，什么情怀啊，你的报告里边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说句老实话，我对这类新潮的东西不是很感兴趣。但是，我虽说不太懂网络游戏，可我总还能看懂几篇文章吧。现在关于你这款游戏，网络上的风评好像并不怎么样嘛。没错，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了好几篇。没错，曲总所说的情况是完全属实的。目前在各大网站上，有关于逆水寒几乎被负面的评论所刷屏，甚至我们还做出了一组数据。过去的24小时里，在国内最活跃的3家网游门户网站上，出现差评通稿一共3454篇，其中内容重复的有708篇，重复率超过90%的有1721篇。小伙子，这些数字你是怎么算出来的？说来惭愧，这是我和小孙以及雷火工作室的所有员工用了1个晚上的时间，一篇篇筛出来的。各位目前可以在网上看到的所有的负面评论的文章，我们都是逐字逐句看过了不止1遍。有点遗憾，由于最后的资金全部用在了产品上，面对对手的公关手段，逆水寒无力做出任何反击。我们今天在上会之前也清楚地意识到，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很难在短时间之内扭转整个网络的舆论风向。但我们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去影响陶聚会上那些人。也许只能用最笨的方法了，但这也是我能想到的唯一有效的办法。你不会是想这么一篇篇的去驳回吧？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去祈愿的时候，你的老师说过什么吗？纠结于问题的答案，不如回到问题本身。这些造成我们困扰的通稿，我们完全可以作为最有力的炮弹。我们追踪了发稿最活跃的前100只高流量账号，发现他们分别属于目前在网游圈最有实力的3支公关团队。大家可以想象，动用如此巨大的宣传力度，他们需要耗费多少的资金？而让这些在行业里已经成功运营多年的竞争公司不惜血本也要扼杀在摇篮里的假想敌，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仅仅推出了一个小小试玩版的逆水寒。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逆水寒在得到大众认可之前，已经率先得到了对手的认可？关于逆水寒的项目阐述到此结束。小伙子说的有道理啊，我觉得可行。逆水寒的逆势而动，
反过来想，其实是勇气和自信的体现。我也同意。同意。哎，吴总，我想问一下，你同意的理由？我相信我们家一秋啊。哎呦，吴总啊，决定一个投资的项目，巴菲特曾经说过一句话：在别人贪婪时恐惧，在别人恐惧时贪婪。我觉得你这款游戏，有可能印证这句话。我也同意。通过了。通过了。恭喜，后面就看你的了。想笑就笑出来，别憋着。恭喜邱总凯旋归来啊！鼓掌，鼓掌！小孙，干得不错啊！你请客了啊！开会。说说吧，你从这一次逆水寒的项目学到了什么？因为之前总想着合同快要到期的事情，我就总盯着那些热门的项目。现在想想，那些所谓的爆款也轮不着我去做呀，是吧？现在我明白了，投资没有捷径，要想有好的结果，必须要和创始人一同前行。这么说行吗？这又不是面试，哪有什么行不行的？不过呢，我认同你的说法。那么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从现在开始，你可以继续找属于你自己的项目。真的？但是有个前提，你只能从我们四组自己的项目里面挑选。明白。这公司里的人啊，总爱把我们四组比喻成项目的垃圾桶。那些他们觉得有问题的或没什么希望的积压项目，就通通丢给我们。但实际上，我们就是靠着这些所谓的垃圾项目，每一次都能通过公司的绩效考核的。四组的项目，我觉得更适合你现在的处境。没错，相比那些爆款、冷门的项目，企业和创始人往往更容易攻偷，而且作为投资人，只要你能确实去解决企业那些项目中所存在的问题，这成功的几率往往会更大。加油，邱总，看好你。哎，你什么意思啊？你觉得这是他一个人的事儿啊？你好不好意思啊？啊？他时间有限，经验也不足，当然得靠着你们两个带着呀。没问题啊，不是我自己的工作还忙不过来呢，我那就这样吧，抓紧时间。吴总，我真是林经理，谢谢。
在重新找到了前进的方向之后，我再一次为了留在公司而做出尝试。不过这一次，我不再是孤军奋战了。深深缠绕，像是这做不到的警告。清楚为何爱到，把你途紧紧抓牢，站在风中面带着微笑。没有人的孤岛，得到内心想要。就算初来乍到，无惧世上的风暴。没有人的孤岛，我想大声的叫，伸开我的触角，探索世界的奇妙。没有人，没有人，孤岛虽小，有属于我的喧闹。没有人，没有人，阻止不了，阻止不了我想要。开会去那儿开，走，上哪儿开？干嘛去？我带你去。来，去哪儿？不是你。小兰，怎么了，徐总？我记得你之前跟我提过一个项目，说值得一做，你还写过一个可行性的报告，叫什么来着？您是说千城光能吗？哎，对，就是那个做太阳能的，还能找着吗？哦，可以啊，怎么了？找出来做做看吧。您是让我做吗？是这样啊，小兰，我觉得呢，你现在可以开始试着做一做自己的项目，而且中欧物流那个案子已经通过了，趁着老大心情比较好，就一点啊，尽快把案子递上去。谢谢徐总。通过。丁子、方子，你们俩辛苦了。我不辛苦，谁辛苦啊？邱总，你得做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啊。你别高兴得太早，这只是完成了准备工作。要真想把这项目谈下来，还得过创始人那一关。但是这部分，我们谁也帮不了你，只能靠你自己。小孙，听说你开始做项目了？吴总终于答应让我试试看了。哎，你怎么样？我也终于开始着手做项目了，总算能追上你们的脚步了。恭喜恭喜！小兰，恭喜！你不会又被欺负了吧？帅，超哥，咖啡马上好了。行，算了吧啊，公司这咖啡豆不行，我们上1楼喝去。一会儿你来买单。
这小子这么不讲究，干嘛还等着他？哎呦，新来的嘛，给个机会。哎，那儿呢？郝帅，怎么了？小兰接了新项目，今晚请客吃饭，一起。是啊，一起来吧。算了，我也不去了。你吃啊，看我干嘛？还好吧？好不好？我也不能饿着肚子干活了。吃吧。你的事儿我们听说了，你之前是有点太冲动了。虽然我们都帮不上什么忙，但如果你真的有心事的话，就跟大家伙说说。没什么好说的。我这人啊，从来就不是一个能装得下心事儿的人。我现在这样，你们也看清楚了，就这德行，就这样，我真没心事儿。那也得想想办法了。想什么办法？能想的不都想了吗？该做的也都做了，这就是下场。哪怕是不爽，也不能憋着。有什么心事发泄出来。是啊，再这样憋下去就憋坏了。要不，这周末咱们一起出去玩？对不起，这周末呢，我替殷仲超写 PPT。下周末咱们一起去新开的。小兰、小秋、思聪，我知道你们三个关心我，我谢谢你们。不过，我真没什么事儿。我想清楚了，不是殷正超的错，是我的错。我错在不懂什么是职场，什么是上下级，什么是为人处事儿。你说我跟殷正超杠什么杠？我早点投降不就完了吗？不过，我现在知道这些，应该也不算太晚吧。你真这么想？不是所有的事儿都要分真的和假的。职场有了自己的规则，我们没有必要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遵守就完了。我吃饱了，一会儿还有工作要做呢。小兰，谢谢你的招待。您好，金晨资本，孙艺秋。Hello。
明天就是最后的机会，无论如何，一定要拿下项目。算算时间，小孙应该跟创始人见面了。哎，胖子，他准备的那些资料，你帮他检查过了没有？准备工作已经万无一失了，现在唯一担心的呀，就是邱总那临阵紧张那毛病，万一要是跟那个创始人还没聊几句呢，就让人轰出来了。你说呢，吴总？你问我干什么？我怎么知道？你不担心邱总呀？他怎么样是他的事，我们管得着吗？瞎操心，干活。好啊。我有一个重大的好消息要宣布一下，蓝千亿，你的光能项目顺利通过立项。真的？行啊，小兰，可以呀。那马总那边也通过了吗？放心吧，公司已经通过了。这马总再不讲道理，也不至于枪毙自己的项目，啊。哎，徐东，你刚才说马总什么？我刚刚说什么？你们听见了吗？不是村儿，你提醒我一下。你什么也没说，我听错了。又干嘛呀？超哥，你刚才不是让我调查近半年的企业信息吗？我发现有一家叫魔凡服饰的。魔凡？我负责的，怎么了？他们家的报表好像有点问题。让你整理企业资料，没让你挑毛病，你看得懂报表吗你？可是什么呀？干好你该干的事儿。对吧？你好，我是金城资本的孙一秋。我们之前通过电话。等一下。啊，好。不行，不能就这么沉默下去啊！必须要打破沉默，要主动出击，说点什么。说点什么呢？您那个项目……你先等一下。完了，一见面就是这种沟通质量，今天的谈判根本就不可能成功了。恭喜邱总旗开得胜！他这就叫无与伦比的狗屎运。哎，偏偏你要去谈的那个企业创始人，还就是个围棋爱好者。哎，胖子，什么叫狗屎运啊？这叫鸿运当头。再说了，这要不是小孙提前准备的好，就你以为就凭你会下2手棋，人家就把项目给你了，对不对？哎，反正不管怎么说啊，咱们总算能松口气了。等这个风控把这案子一过，那你就是项目负责人啊，到时候再跟公司谈这个续约的事儿，顺理成章。吴总，
我说两句。等我说啊！其实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助，今天这个项目我也谈不下来。都是因为吴总，让我通过逆水寒这个项目，明白了我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投资人，在面对项目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做选择。谢谢吴总。还有丁总，这几天您一直陪着我，教会了我如何该去跟创始人去做谈判，今天全用上了，真的谢谢你。还有林经理，他教会我很多，虽然有一些还需要被丁总给指正一下，但是我什么呀？但是他那个，哦，那个外卖叫的特别好吃。什么呀？干嘛呀？敬林经理的外卖。林经理的外卖。是挺好吃的，但你不用总是给我点卤肉饭，我可以吃点别的呀。不是啊，每次都是卤肉饭、三杯鸡什么的，辣。我是真的挺想留下来的。我是真的挺想留在四组和你们一起工作的，真的。希望我这次可以如愿以偿吧。我干了。老大，小兰这个项目啊，确实比较成熟，而且风控那边都过了，这个临时更改项目不太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嗯，去年不是有一个什么海上风能的项目吗？做那个重新报。那个项目咱们开会的时候，你不是自己给否了吗？我为什么给否了？还不是因为你们功课做的不好，影响我判断力了。换成那个。哎，老大，要不小兰的项目也保留，咱们两个一起做。太平啊，你们能源组有几个傻子呀？不就3傻吗？你还有人手吗？我们可以试试。试个屁！我告诉你啊，蓝千亿现在不能做项目。哥，有什么话你直说吧。太平，你跟我这么多年了，你自己想想，我坑过你们没有？没有。没有吧？那我现在告诉你啊，蓝千亿这孩子，眼光太高，野心太大，什么项目都没做的，就敢在我办公室怼我了，这不就是一个吴克之吗？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呀，早晚有一天会坐在我这个位置上，你愿意手底有一个吴克之吗？啊？我希望你回去之后，好好的教教这孩子规矩，让他好好的听话，明白吗？明白就回去，啊？太平，我这是为你好。去吧。我就说嘛，小兰她这么得罪马总，早晚要被整。徐总，你也是，好好的，干嘛给人许这种愿？行了行了，就来听你说风凉话了。
还是想想看现在该怎么办吧。能怎么办啊？马总说换，那就得换啊。但是现在关键是，谁去跟小兰说啊？算了，我自己说的话自己咽回去。可肉这张老脸，丢人吧？你干嘛？哎，不见。哎，小兰还挺平静的。老赵好像说完了，咱们是回去啊，还是在这等呢？小兰，来，苏总，这个魔凡服饰是你的项目吧？啊，哎，是啊，怎么了？我昨天听几个朋友讲，魔凡最近经营上好像出了点状况，他们高层上跑了不少人呐。哎呀，苏总啊，您呢别听外边人胡说八道，他们那老板我最熟了，没事爱瞎折腾，但是大事上绝对靠谱，不会出问题的。我就是问问，我就怕万一真有个什么状况，临时抓瞎。不过你心里有数就好了啊。您呐，把心放肚子里，这2天我就请他喝个酒，我向他表达一下您对他的关心啊。辛苦了。哎，应该的。哎呀，你瞅啥呀？忙你的。哎呦妈！我都跟您说过多少回了，您不用给我瞎操心了。我这现在日理万机的，哪有时间搞对象啊？真是。哎，行行，我不跟您说，您就别给我添乱了，行不行？我求您了。好，好，好。哎，那这特漂亮，是有多漂亮呀？啊，行行行。那什么，那您就把这姑娘的联系方式还有照片都给我发过来，好吧？啊，我自有定夺。啊，好好好，照片啊，一定记住啊，照片给我发过来。好，好，好，哎。你笑什么呀？这种终身大事得严谨。刚刚还说自己日理万机呢，这一听姑娘漂亮，态度马上就变了。这跟漂不漂亮没关系。我接着日理万机了啊。
怎么样？这还不行啊？我们的意思是啊，姑娘确实是漂亮，你也确实是没戏啊。就你有戏，邱总。志哥，不用看也知道你没戏。那个，我觉得你还是认真考虑一下我大表姐啊。喂，你好，李总。啊，行，我马上来。你们要都说没戏，我还非得约一下。风控把一休的项目给驳回了，为什么？老吴啊，先不着急。不是李总，到底为什么？这项目是我签的字，我觉得没问题啊。是，风控也说了，这项目本身而言确实没问题，都挺好的。但是就是这个署名啊，出了些问题。署名？孙一休署名怎么了？是这样，老吴，这个项目真的要运行起来的话，至少也得1、2年吧。小孙合同快到期了，那作为项目的负责人，肯定是不太合适。那就给他续约啊！我忙活这么半天，不就是为了这个吗？风控还说了，这个续约呢是人事部的事，不归风控中心管。行，那我去找人事。哎，老吴，你先坐下，我都问过了。坐。那他们又怎么说？人事部的意思呢，是小孙在咱们公司啊还没有业绩，所以不能够续约。不好意思啊，李总，这中间这逻辑，我有点没听明白。您的意思是说，按照公司的规定，孙一秋他没有业绩，所以不能给他续约。但他想要续约，就得先拿出业绩来，是这番道理吗？这个，你非要这么简单粗暴的去归纳的话，也可以这么说。这什么狗屁规定啊！老吴，你总着急。你说你也是公司的老人了，这你还不明白吗？公司从制定这个政策那天起，就没打算让1年生去续约，这还不明白？李总，您能不能帮帮他？我也觉得小孙呐，真的是个好孩子。但是规定它就是规定啊，我就算是找曲总，找克瑞斯，就这一句话，我就无话可说了。你说对不对？
你的笑容。这一次放开进退的纠葛，留住心火就能做选择。名利场的规则是偷来的欢乐，我并没拥有戏谑的资格。直到夜深的时刻，无人牵扯，只留这世界与我长河。谁在世俗写的剧情之中用力演出着？谁在精致面具背后沉默冷眼看着？在恍然这一刻，终于明白泪水难得，又何必苦涩？谁在星火点的光芒之中努力燃烧着？谁在涅槃之后理解谁的荒谬？人生从此清澈，何必在乎无人记得？